浩瀚的海洋中隐藏着无尽的秘密，即使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依旧无法完全掀开它的神秘面纱。比如幽灵船，为什么有的船会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呢？为什么有些船只消失几十年后被发现时竟然和刚出航时一模一样，连食物都不曾腐烂？为什么有的船只会在没有船员的情况下依然在大海上逆风航行？等等等等，让人无从解释又充满好奇。本期老烟斗鬼故事视频，我们就来讲一讲幽灵船事件中最为离奇的美杜莎号穿越之谜。事情起源于2011年9月17日，在加拿大斯内普港口，指挥中心的值班员查理正仔细巡视着海面的情况。突然，一艘神秘渔船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这是一艘老式的捕鱼船，帆布破烂不堪，布满青苔的船舷左侧，美杜莎号的字样依稀可见。这是怎么回事？斯内普属于军事港口，是不允许民用船只靠岸的。查理立即发送无线电警告，让渔船停下来接受检查。谁知对方毫无听命之意，仍然不紧不慢地朝港口驶来。查理不得已派出了水警，将渔船拦停了。经过水警检查和搜寻后，发现了2个奇怪的问题。一是该船已经好几十年没使用过，到处都是铁锈和蛛网，连油箱也早已干涸。那这样一艘几乎报废的船，没有动力，是怎么飘到港口来的呢？二是船上没有船员，只发现一个20来岁的年轻男性头部受重伤，昏迷在船舱处。该男性是谁？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他和这艘船又有什么关系呢？查理隐约感觉到不对劲了。果然，没多久，原本不太重视这件事的上级突然下了新的指示，要求将美杜莎号拖进远离码头的一个秘密仓库。第二天，仓库门外荷枪实弹的警卫更是3步一岗5步一哨。一艘普通的渔船怎么会引起如此防护？查理向经验丰富的老导航员哈德森打听。已经知晓来龙去脉的哈德森拿出一本泛黄的工作日志，上面记录了一则关于美杜莎号的惊人秘闻。原来在30年前，当时的斯内普港口还是民用港，美杜莎号从港口出发，载着船长瑞斯和10多名船员出海捕鱼。奇怪的是，船行大约800海里的时候，无线电信号突然中断，之后美杜莎号就像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返航了。船员们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据气象部门报告，美杜莎号失踪那天，整片海域天气晴朗，根本不可能有风暴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的今天，失踪的美杜莎号却鬼魅般回来了，而且船上还有一个活人。他们是穿越时空而来的吗？为此，加拿大联邦警察局派出侦探罗蒙和斯蒂芬来调查这一神秘事件。罗蒙经验丰富，屡破奇案，而斯蒂芬则对加拿大近海区非常熟悉。他们被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查获真相。罗蒙和斯蒂芬先后查看了秘密仓库里的鬼船美杜莎号，并对每个舱室仔细拍照采样。经过电脑扫描分析和比对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艘船真的就是33年前失踪的美杜莎号。那他当年为什么会突然失踪，如今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案件顿时陷入困局，直至1个星期后，当时从船上解救下来的那名青年被救醒，事情才有了一些突破。该青年自称托尼，他说他是美杜莎号的见习水手。美杜莎号出航不久就遇到了鳕鱼群，渔船在尽情捕捞同时，却不知不觉驶入了百慕大三角海区。而后经历了一系列灵异事件，比如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船上的罗盘突然失灵，周围的灯光时明时灭，海底传来金属摩擦的噪音等等。之后他感到头痛欲裂，又昏迷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就已经在这里的医院了。虽然托尼说的一本正经，但言语终归太过离奇，让人难以相信。为了证明托尼的身份和话语的真实性，罗蒙和手下费尽心力找来了托尼的亲戚和邻居，
他们一见托尼都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异口同声地说：“他就是托尼，不论身材、相貌、声音，甚至发型，都和30多年前一模一样。”再联想到百慕大三角的种种神秘传说，众人虽然觉得难以置信，但仍旧忍不住怀疑：难道说美杜莎号真的穿越了时空？否则该如何解释该神秘事件呢？这件事直至半个月后才迎来了大反转。半个月后的某日，斯蒂芬立场检查美杜莎号的仓库，没想到脚下一滑，在摔倒地方发现一小块绿色的海藻，而后经过化验得知，这是一种只生长在南美赤道岛屿附近的兔儿藻。这也就说明美杜莎号曾经过南美岛屿待过一段时间。有了这一层线索后，斯蒂芬立即派人前往打探。2周后，派去南美的人回来了，他们带回一张 VCD 和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是托尼。不同的是，照片上的托尼穿戴非常时尚，和现在留着30多年前发型的形象截然不同。原来这个托尼竟然是假冒的，他真名叫卡莱恩，原是个失败的舞者，1年前却突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当罗蒙把卡莱恩录制的表演碟和相片扔在他面前时，卡莱恩知道真相已经败露，脸色惨白地交代了一切。原来他竟是托尼的儿子。在卡莱恩的供认下，罗蒙一行赶往南美北部一个偏僻的小岛，找到了真正的托尼，卡莱恩的父亲。真正的托尼知道瞒不住了，于是说出了埋藏在心底30多年的秘密。美杜莎号失踪那次是托尼第一次出海。作为一名见习水手，托尼在船上饱受欺负，他干尽所有脏活累活的同时，还要受到老水手们的各种侮辱和殴打。当渔船行进百慕大海区时，遇到了最大的鳕鱼群，水手们拉网都来不及。这时累得浑身酸痛，托尼一不留神竟弄断了一条拽网的缆绳，渔网和鱼通通沉入了海底。船长瑞斯大怒，把他毒打了一顿，然后关进船舱了。夜里，饥渴难耐的托尼逃出船舱，准备找些吃的，不过却遇到了正在放哨的平时最爱虐待他那个老水手。争执中，托尼失手杀死了他。极度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使托尼丧失理智，他趁大火睡熟，疯狂地杀死了所有人。冷静下来后，托尼害怕了，他独自开船在茫茫大海上漫无目的地航行着。游泳完后，渔船漂浮到了一座无名小岛。本以为必死无疑的托尼上岛后隐居起来。后来，托尼和当地的一个女子结了婚，卡莱恩就是他的儿子。30多年过去了，本来托尼打算就这样终老，可没想到长大的卡莱恩一心想跳舞出名，却没人欣赏他的舞步。一次偶然的机会，卡莱恩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他脑子灵光一闪，竟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假冒父亲，然后乘坐美杜莎号，假装从33年前归来。这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穿梭时空的神奇人物，倒是想不出名都难了。托尼对儿子的荒唐想法十分反对，却架不住卡莱恩的逼迫，终于向卡莱恩详细描述了他的一切隐私和家乡亲人的所有情况。为了营造诡异气氛，他让没有动力的美杜莎号在暖流和季风的帮助下航行进了斯内普港口，从而引起了鬼船归来的巨大轰动。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块小小的兔儿藻揭开了穿越之谜，让父子2人的恶行同时浮出了水面了。看完整件事后，不由得感慨一句：都市传说都不敢这么编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除了这个视频外，老烟斗还讲过很多幽灵船的传说，一个比一个神秘难以解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烟斗，回复幽灵船获取更多视频解说。咱们下周不见不散。